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《藏海傳》的含金量還在上升。2025年的國劇市場，《藏海傳》以絕對的統治力成為現象級標杆。從燈塔、貓眼、雲和三大平台的七冠王殊榮，到 Disney 家覆蓋全球190餘國的文化出海成就，再到人民日報認證的國劇出海標杆，這部劇集早已超越單純的娛樂作品範疇。更值得關注的是，收官半年後，《藏海傳》的熱度未減反增，衍生內容傳播、文化影響輻射、商業價值沉澱等維度的含金量持續攀升。其中，主演肖戰以及具突破性的表演賦予角色靈魂，成為劇集熱度延續與價值提升的核心引擎。《藏海傳》為何爆火？《藏海傳》的爆火並非偶然，而是內容創作、製作匠心、文化表達與市場需求的精準契合，形成了多維共振的傳播效應。在內容敘事上，劇集打破了傳統古裝權謀劇的爽文套路，構建了更具現實質感的權謀世界。主角藏海並非開掛的完美英雄，而是以身入局、步步為營的謀略在絕境中破局。復仇過程中的偶然性與脆弱感，讓角色擺脫了扁平化塑造，更易引發觀眾共情。這種反套路敘事不僅提升了劇情的可看性，更通過平津侯莊盧隱的梟雄多面性、高明以死贖罪的悲情等立體群像，挖掘出人性的複雜維度，形成了全民顯微鏡追劇的熱潮。網友自發考據劇情伏筆，日均產出10萬條二創內容。製作層面的匠心精神為劇集品質築牢根基。導演鄭曉龍堅持實景搭建4000平方米平津侯府，劇中昆曲唱段由非遺傳承人親授，服化道細節嚴格考據明代服飾紋飾。8米高的手工花燈、秦淮燈彩等場景堪稱流動的中式美學。更具突破性的是，劇集將榫卯、皮影戲、要發木偶等18項非遺技藝融入敘事核心。榫卯結構成為破解皇陵機關的關鍵，皮影戲走位暗喻朝堂黨爭，讓非遺文化不再是單純的背景點綴，而是成為推動劇情發展的重要元素。這種非遺加敘事的創新表達，既滿足了觀眾對優質內容的審美需求，也契合了文化自信背景下的傳播主流，為劇集的破圈傳播奠定了文化基礎。從市場環境來看，2025年恰逢影視行業復甦的關鍵節點，觀眾對粗製濫造的快餐式內容早已審美疲勞，對兼具思想深度與製作質感的作品需求達到頂峰。《藏海傳》的出現恰好填補了市場空白，其慢工出細活的創作態度與扎實的內容品質，成為吸引觀眾的核心競爭力。同時，平台的精準運營也助力劇集熱度發酵，優酷900萬的預約記錄創下平台古裝劇新高。開播後，通過拉新榜單、雲包場等創新形式，形成內容用戶平台的正向循環，進一步放大了劇集的傳播聲量，含金量持續攀升。衡量一部劇集的含金量，數據是最直觀的硬核指標。《藏海傳》自開播以來，在播放量、熱度值、收視率等多個維度創造紀錄，且這種數據優勢在收官後持續延續，含金量持續攀升。在核心播放數據上，劇集展現出絕對的全域領跑態勢。燈塔累計播放量30.91億，即均播放量6645.7萬，貓眼熱度值9809.70。全年斬獲28次有效播放日，觀及32次熱度日觀，雲和市占率峰值達40.1%，創下優酷歷史最高紀錄，成為2025年唯一播放量破30億的劇集。細分領域的壟斷性優勢，進一步印證了劇集的全民影響力。《藏海傳》不僅包攬古裝劇、懸疑劇播放量雙冠軍，
更以央八1.739%的收視率刷新近5年古裝劇紀錄，實時收視率峰值一度標誌，實現了主流頻道與網絡平台的雙重突破。海外市場的數據表現更凸顯其文化傳播價值，通過 Disney+ 同步播出後，覆蓋全球190餘國。韓國3大 IPTV 平台持續登頂華語電視劇人氣榜， IMDb 評分高達 9.5， 創下中劇懸疑類歷史最高分，成功入選全球100大電視劇榜單，並獲得2025年中美電視節年度最佳金天使獎電視劇、第16屆澳門國際電視節最佳電視劇金蓮花獎。在中國台灣地區，該劇連續52天穩坐 Disney+ 熱播榜首位，引發台灣觀眾的熱烈討論。國台辦認證其喚醒兩岸共同文化根脈，人民日報譽其為國劇出海標杆。商業價值數據則直觀體現了劇集的市場認可度。在2025年第二季度整體劇綜招商同環比雙降的大環境下，《藏海傳》逆勢而上，招商金額、合作品牌數、播前招商佔比均創下2022年以來全網劇集史觀，合作品牌超60家，15秒貼片廣告單價高達900萬，冠名費突破 1.2億。更重要的是，劇集直接拉動優酷連續3季度盈利，廣告收益推動平台季度營收增長 30%， 其雲包場座位累計突破43萬份，收入超1200萬元。刷新行業紀錄。即便存在單集廣告峰值10條的爭議，但爭議本身也從側面反映了劇集的商業吸引力。而平台後續的優化調整，更讓商業價值與用戶體驗實現平衡，進一步沉澱了劇集的長期商業價值。《藏海傳》收官5個月仍居平台飆升榜首位。收官170天後，單日播放量仍保持在1161萬的高位，二刷率高達 38%， 遠超行業平均水平。衍生二創視頻播放量突破164億 ，TikTok 平台相關二創播放量更超300億次，單日回看用戶規模躋身年度 TOP4。肖戰的頂流價值，《藏海傳》含金量的持續上升，與主演肖戰的熱度賦能和演技突破密不可分。作為劇集的核心角色，肖戰貢獻了 65% 的角色熱度。其對藏海的精準塑造不僅成為觀眾的核心記憶點，更提升了劇集的藝術質感與傳播廣度。在演技表現上，肖戰以內斂細膩的表演精準詮釋藏海的複雜人性，從隱忍蟄伏時的微表情掌控，到情緒爆發時的層次張力，再到原聲台詞的自然演繹，將角色的蛻變刻畫得入木三分。這種超越流量標籤的演技沉澱，不僅讓藏海成為極具共情力的經典角色，也讓他實現了從流量偶像到實力派演員的重要突破，成為劇集長尾傳播的重要支撐。肖戰的敬業態度進一步為角色增色，為貼合藏海體弱卻堅韌的角色狀態，他減重15斤，甚至在高燒39度時堅持拍攝，精準呈現角色的脆弱感與意志力。這種專業精神得到張國強、黃覺等老戲骨的稱讚。導演鄭曉龍高度肯定肖戰演技，就他可以，他把儒雅表面下隱忍的勁兒演了出來。新浪電視2025電視劇大賞熱搜男角色中，肖戰憑借《藏海傳》中的藏海一角斬獲 TOP 1。該角色以 9809.70 的超高熱度印證了觀眾喜愛。肖戰用細膩演技賦予角色獨特魅力，成為年度現象級男性角色。在熱度賦能方面，肖戰的個人影響力與劇集熱度形成正向循環，持續放大劇集的傳播邊界。開播期間，肖戰相關話題持續佔據全網熱搜，帶動劇集預約量突破900萬。收官後，其工作室釋出的13張角色蛻變劇照、片場花絮等售後內容，
持續激活粉絲群體的討論熱情。同時，肖戰的海外影響力也助力劇集文化出海，其海外粉絲自發傳播劇集相關內容，推動 Chinese Aesthetics 話題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續發酵，讓劇集的文化影響力突破地域限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肖戰的商業價值與劇集商業價值實現深度綁定，其代言的六神、舒克、榮耀等品牌紛紛選擇《藏海傳》進行廣告投放，形成演員、劇集品牌的商業閉環，進一步提升了劇集的招商吸引力與商業含金量。這種雙重賦能讓肖戰成為《藏海傳》熱度延續與價值提升的核心引擎，也讓劇集的含金量在演員個人價值的持續釋放中不斷攀升。從現象級爆火到含金量持續上升，《藏海傳》的成功為國產劇集樹立了新的標杆，而多維度的長尾效應則讓其價值突破時間與地域的限制，持續釋放文化與商業雙重價值。在國劇出海與文化自信提升的時代背景下，《藏海傳》不僅證明了優質內容的強大生命力，更展現了國產劇集在文化傳播與產業帶動上的巨大潛力。